大晋王朝宣和37年，天下大乱，邪祟横行。这年头，活人出门十有八九得横死他乡，曝尸荒野。于是就诞生了走阴镖这个行当。我们护送的不是活人，也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尸体、棺材和那些见不得光的阴物。赚的是死人钱，趟的是阴阳界。按理说，死人比活人好伺候，守规矩，不折腾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娘的，这世道真有人连死人钱都敢来。沈镖头，人我已经收到了，也开棺验过了，咱们就算两清了。钱老板，痛快点，先把尾款结了。哼，你把人送到了，咱们的交易就算完成了，哪来的尾款？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定金500两，货到付尾款500两。你这是想赖账？赖你又如何？你一个吃死人饭的落魄户，满身穷酸气。今天这钱老子就是不给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钱老板，赖活人的账最多断手断脚，赖死人的账可是要灭门的。你该不会以为棺材落地就算完事了吧？放屁！少拿死人的规矩来吓唬我！老子能在这地界上发财，靠的是手里的刀。别说里面是个死鬼，就算真是个大凶之物，老子今天连他带你一块剁了！不想死就赶紧滚！呸！孬种！这发誓了！给我砍了他！沈镖头，沈爷，救命啊！我把尾款结给你。钱老板，刚刚送的是死人，现在救的是活人，这活儿得加钱。加多少？原价10倍。另外，耽误我下班了，得再加一笔开集招魂费，一口价2万两，银票现结，概不赊账。你坐地起价！我给。爷爷，沈爷爷，沈祖宗，快救救我呀！催什么催？大额银票不需要验个真伪啊！沈爷，谢谢老板，下次再死人，记得还找我。在下罗通，求沈镖主走一趟镖。你可是走阴镖的沈镖头？正数钱呢，有事说事。在下罗通，求沈镖头走一趟镖。玄铁铸棺，朱砂封阵，里面装的这玩意儿，怨气冲天啊！这镖我接不了。沈镖头，
只要你肯接，价钱随便谈。命都没了，要钱有什么用？罗兄弟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我沈某人还没活够呢。10万两，护送这口棺材进京，行不行？10万两确实诱人，但这口棺材里的东西，怕是连天上的神仙来了都得脱层皮。所以得加钱，10万两，只够付定金。别说是10万两，只要能入京，价钱还能翻倍。罗通叔，他要的价格太高了，我们身上没那么多钱，付不起。沈镖头，我们走得匆忙，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银，定金我们可以先付，余下的我们打欠条，到了京城按利息结算，如何？罗通叔，他真的值那么多钱吗？小姐，沈镖头是大井第一走阴师，这趟镖只有他能送。但看起来他跟我们一路上遇到的流氓混混好像也没有什么两样。大小姐小心，里面的凶物要破风了。老实点儿。连符都没画，居然一下就镇住了连侯府老宗师都搞不定的东西。沈镖头，刚才是我失礼了，定金随你开。我陆安宁签的字比户部的官票还硬，只是这口棺材要是1个月内送不到京城，大井江山就没了，到时候你可能就只能去阴曹地府讨尾款了。大井亡不亡与我无关，我只管算账。10万两是棺材的价，但你们俩是活人，在路上就是活靶子，活人的安保费得额外算。你想要多少？每人每天100两，除了镖费定金，你们还要先付3天的安保费。1天100两？沈镖头这是在趁火打劫吧？我陆府的顶尖护卫1月也不过20两。陆府的护卫护的是阳间的人，我保的是阴岁，能一样吗？不给拉倒，你们自己抬着棺材走吧。沈镖头只用护好大小姐就行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大小姐，1分钱1分货，我们能用钱买到沈镖头出手，就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。山高路远，咱们还是赶紧把镖费付清，尽早启程吧。钱我给，罗通叔说的对，1分钱1分货，所以请沈镖头务必名副其实。老板，请上车。罗通叔，刚刚在野店，他镇那口棺材连符都没画。小姐也注意到了。我小时候听爷爷说过，走阴师镇煞必须用符咒开法台，可他就那么用手一按，棺材就老实了。侯爷当年说过，能做到这一手的，要么是江湖骗子撞了大运，要么他本就认得这棺材里的东西。咦，沈镖头怎么不走了？走不动了，这是迷魂阵，有人故意在此设伏，看来有人对咱们这趟镖很感兴趣啊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藏头露尾的，出来见客吧。沈镖头，许久不见了，可还记得老道？这口棺材不简单，人鬼两道都在找他。沈镖头何必趟这趟浑水？我出30万两，连人带棺，把这趟镖转给我，如何？风道长，走阴镖有走阴镖的规矩，没有拿了定金还毁约的道理。大家都是赚口饭钱，不如你行个方便，让条道。给脸不要脸！今天这棺材贫道要定了。妖道，休得猖狂！人呢？人呢？罗通叔，沈镖头，求求你救救罗通叔，他快不行了！
陆大小姐，咱们得讲契约精神。你在野店只付了1个人的安保费，怎么，现在想白嫖我的保护？我没钱了，身上银票在野店已经全给你了。沈清野，算我求你。没现银好说，侯府的信誉我还是信得过。签字画押，概不赊账。大小姐，别管我，快走！我签了，你要是救不下他，我做鬼也要找你算账。老板放心，找到你了，老登。沈清野，我刚才出30万两买这口棺材，你都不卖，现在你当真要为了一个黄毛丫头跟我封问到死磕到底？没办法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谁让这陆大小姐刚签了天价欠条呢？我这人做生意最讲规矩，既然收了钱，那这趟镖和这2个人，老子今天就保定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能破我千法万象阵，算你有些本事。但在这万古林，你这条强龙也得给我盘着。老道今天就让你连人带棺材全都留在这里当花费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买命钱，买命钱！1买3魂不归天，2买7魄下黄泉。我的身体动不了了。小姐别怕，我来救你。这叫纸钱买影。人的魂魄藏于影中，影子一旦离体，就算神仙来了也难救。沈镖头，你还怎么护住他们？你看我干什么？刚刚施法救你，属于额外业务，得加钱。刚刚才觉得他靠谱，没想到他还是个认钱的商人。你先记账上，日后一起清算。沈清野，既然你不懂规矩，那就别怪老道下死手了。老道今天就收了你们的命！不可能！这是我取千年阴煞炼制的买命钱，你连法诀都没掐，怎么可能凭空震碎它？拿假钞买命，老邓，你是不是对钱的力量一无所知？拿着阴曹地府都不收的假钞耍威风，今儿沈爷就教教你，什么才叫硬通货。不可能！这是什么法宝？这是你沈爷爷买你命的钱。收好了！沈清野，你根本不知道那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，那是大景的劫数，绝不能入境啊！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阳间的路已经被盯上了，风问道只是条探路的狗，再走官道，引来的只会是比这老登更狠的怪物。做我了！沈镖头，前面没路了，那是悬崖！谁说没路了？活人走的路没了，咱们就走阴路。
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阴阳交界，活人的规矩在这里不管用。都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，这里是横死之人的地盘，怨气最重。一会儿不管你们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哪怕是你死去的亲爹亲娘站在路边喊你，也绝对不能开口说话。阴兵借刀，闭嘴，低头，别看他们的脸。陆府满门武将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胆小的大小姐？我又没喊出来。城里不安全，拿好玉佩，等姐姐去找你。奉太师之命，斩草除根，一个不留！不可能，婉儿已经死了，这是幻想。陆安宁，你清醒一点。姐姐，婉儿好疼啊！他们打断了婉儿的腿，救救婉儿！婉儿，不要！姐姐，你来接我呀！全完了。这是什么妖魔？乱葬岗里全是被野狗啃烂的残肢断臂，传说这些碎尸怨气不散，最喜欢生擒活人，用活人的皮肉和骨头把自己缝成一个全乎，人称百家缝尸像。陆大小姐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嗓子让这趟活的风险成本飙升了多少？老子告诉你，这活得加钱！对不起，刚刚是我被乱了心神，加多少都行。还算有点用。上车，把门窗关死。妖孽，休得猖狂！砍断了。小姐别怕，这怪物外强中干，是个绣花枕头。蠢货，躲开！你砍的只是一团腐肉，你砍不死他的。姐姐，你的脸好漂亮，分我一半好不好？沈清野，你别管我，棺材要紧，只要你能带着棺材进京城，欠你的钱会有人付给你。少废话，我只找你结尾款，我的主顾阎王爷都不敢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个头大就了不起，老子今天给你拆个干干净净！给我老实点！
公输秘术，镇魂血墨，给我解释！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快走。完了，这怪物根本杀不死。这不是妖，这是吸收了阴界地脉的邪符。沈苗头，你行不行？不行，我们就分头跑，能活一个是一个。你想退单啊？老子出道走阴飘以来，词典里就没有退单2个字。不想死的就往后躲，这已经不是寻常走阴术能对付的了。沈清野，他要抢棺材！沈清野，那是关乎大景未来的命脉，如果落到他手里，大景就彻底完了。好强大的力量，乖乖成为本座的养料吧！不好，这棺材里的凶物要反噬沈镖头。沈清野，你没事吧？看来棺材里的东西想借我的手宰了这邪符。这不可能！肉体凡胎触碰这等绝世阴煞，瞬间就会化作一滩血水。你区一个蝼蚁，怎么可能吃得下？把老子的货放下！干坏本座金身，死！他又复原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畜生把自己的命门和这片乱葬岗的地气连在一起了，只要地气不断，他就能无限再生。那难道我们只能在这里等死吗？是龙贤卫，大景最精锐的禁军。小姐，朝廷派人来接应我们了。大景龙骁卫在此，奉天子号令，诛邪退避，战！沈镖头，我借天子气镇煞，以来解释。我就知道舅舅和朝廷没有放弃侯府。大景龙祥卫，天下无双，罗某佩服。陆小姐受惊了，皇上有旨，命我等即刻接管玄铁关，护送小姐入京。有劳统领了。叙旧留到京城再说。此地刚才被斩了地脉，阴阳已经彻底失衡，很快就会有更凶的阴气倒灌填补空虚。前方五里有座半步庙，是活人唯一能喘口气的地方，我们必须立刻赶过去。依沈镖头所言，全军听令，护送陆小姐前往半步庙。是。这阴路的跑山鸡，肉质就是紧实。那个沈镖头，怎么了，大小姐？馋了？谁馋了？我只是要跟你谈谈生意，钱我都付给你了，作为你的雇主，难道你不保障我的饮食吗？哟，学会拿合同说事了，陆大小姐，你给的是安保费、精神损失费，这里头可唯独没有伙食费，阴路上的干粮可是很贵的。算我欠你的行了吧？多少钱？记账上，给我和罗通书一人来一份。嘿嘿，得嘞，大小姐大气，2只野味算你50两，童叟不弃。要那么多钱，撑死你个活算盘！
大小姐吃吧，我不饿。罗通叔，这一路上都是你保护我，都没好好吃过饭。再说后面的路还长，你得吃东西。好吃，没想到他居然做饭的手艺也不错，是我小瞧他了。怎么样，这顿饭值吧？还算凑合吧。不对，小姐，怎么了？罗通叔，你看那些龙翔卫，他们站了快半个时辰了，一动不动，连盔甲摩擦的声音都没有。好像确实是这样。统领大人，这一路多亏了你们护驾，吃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吧。陆小姐费心了，龙贤卫执行机密任务，必谷禁食。这算什么规矩？你们要走那么远的路，不吃东西，难道靠吃这庙里的香啊？那统领大人好生歇着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一会儿好生待着，别惹祸。明白。沈苗头，这是何意？龙翔卫军纪如山，你为何要这般挑衅？军纪如山，我看不见的吧？统领大人，沈某走阴镖多年，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这鼻子最灵。刚才顺风一吹，我怎么闻到你们这身御赐的明光甲里没有活人的汗味和血味，反而透着一股子腐臭的味儿？别装了，你们这铠甲缝里露出来的死老鼠味儿，熏得我烤鸡都快吃不下去了。沈镖头鼻子太灵，容易短命。大小姐，退到佛像后面。沈镖头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清理超出合同范围的垃圾呗。躲好，别死，我的欠条还没兑现，再横。大小姐小心！沈镖头，他们身上穿的都是正经龙翔卫的盔甲，龙翔卫的调令只有兵部和太师府的人能发。那我舅舅他现在会不会已经遭遇不测了？皮皮妖想要幻化成他人，必须先吃掉他想替代的那个人，才能穿上他的皮。能调动这么多龙翔卫的皮子，你舅舅估计早就凉透了。阴路还有多远？快的话10天。那就出发。我付了钱，你必须把我活着送到京城，这笔账我得亲自去算。行，老板说了算。事故烟雨，活人淋了，肉都得烂穿。先找地方避雨。老板，买伞，最便宜的那种。就这把最便宜，2枚铜钱。不过这伞在我这儿放了300年了，邪门的很，谁来买都拿不动。你要是不信邪，可以试试。老邓，玩饥饿营销是吧？一把破木头伞还能拿不动？沈镖头，别在这些小事上耽误功夫。2文钱是吧？这把伞我要了，咱们赶紧赶路。这伞好像不太对劲。大小姐退后，我来探探虚实。邪门，这把伞真的拿不动。2位客官，这伞有灵，不认主，就是泰山也拔不起来。300年了，过路的走阴士、赶尸匠、阴阳先生，少说有几百号人试过，没一个能挪动它分毫。沈镖头，你可是大井第一走阴士，若是连你也拔不出这把伞，在这阴阳2界可就算砸了招牌了。沈镖头，这把伞你还要吗？便宜的伞为什么不要？不如咱们打个赌，你若拔不出来，留下你身上所有的钱，就当是给我的封口费，我也不把这件事往外说。你若拔出来了，这伞我白送你，如何？行啊，白嫖的事儿我最喜欢了。你疯了？罗通叔都拔不出来，我们连买干粮的钱都没了。
要不算了，我打欠条贴钱，咱们买把好点的伞吧。不用，一把伞而已。老板，看好了。你居然拿得起来！300年了，原来这把伞等的是你。愿赌服输，这伞归我了啊！侄儿等了你300年，你终于来接侄儿了。老邓，我买伞你送个大活人，这超重了要多收标费的，能不能退货？李贵概不负责。哥哥，你不记得侄儿了吗？侄儿吃的很少的，侄儿会打架，会暖床。哥哥不要丢下我。沈镖头，这把伞既然是你拔出来的，就算是你的私事。你若是要带人，我不会管，但是本职工作你不能马虎。先说好了，我捎带你一程，你帮我打个杂抵路费。只要哥哥不丢下侄儿，要侄儿做什么都行。雨大，打伞。好的，哥哥。果然，男人都一个样。渡魂河，过了这里，就算进了真正的阴曹地府。都机灵点，尤其是你，不许乱跑。侄儿只跟着哥哥。马屁精！不对，我那么生气干什么？陆安宁，你清醒一点！老艄公，送我们固河多少钱？活人的钱好收，但你的命格太重，普通的钱扶不起你的业障。想要上船，把你脖子上挂着的那枚铜钱给我。老头，别得寸进尺，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遗物，跟了我20年了。不给就原路退回。忘川河渡不了舍不得因果的人。100年了，这铜钱上还是那老小子的倔脾气味儿。老头，嘀咕什么呢？钱你收了，赶紧开船。另外，这口棺材也是我的货，也得上船。这口棺不收普通铜钱，他要过河，得负一段念。什么是念？真心实意关于所求之人的记忆。棺材里装的不是死人，没有活人的七情六欲，他要借活人的痴怨痛作为锚点，才能不沉入这忘川河底。提醒一句，被抽走执念，如同生透心肝，给出去的东西就再也拿不回来了。我来。你想清楚了，被抽走的记忆会在脑中变成一块死肉，如果是重要的人，你就再也想不起他会了。我知道，你觉得我就是个吃不了苦的骄纵大小姐，但我答应我爹，一定要把棺材送入京城，就算是爬我也要去。这一路上，罗通书为我重伤，你为我拼命，我不能永远只做一个付钱的看客。怎么抽？姐姐，好。安宁，念债已清，渡魂入冥，辞去黄泉，再无归期。
小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沈镖头，大小姐这是怎么了？那老束缚到底抽走了什么？为什么她变成了这个样子？活人活在这个世上，靠的就是一口气，这口气里裹着的就是七情六欲、贪嗔痴怨。他给出去的，是他命格里最重的一段执念。这就好比建房子抽走了主梁，他的命盘已经动摇了。如果过不了死城这一关，可能会有大劫。忘川之水，照得见前世今生，也能照见将来。记得切莫执迷不悟，否则必生业障。哥哥，别睡，我拉你出来。你竟敢伤害我哥哥！我这纯阳火都搓好了，你倒好，直接把河给炸了。这要是把船弄沉了，你背着我们游过去啊？哥哥是不是不喜欢芷儿了？芷儿只是看到哥哥受伤了，一时生气才不计后果的。哥哥不要生芷儿的气。行了，我又没真的怪你。再说，多大点伤，再晚点这伤口都愈好了。老头，我的铜钱就算压在你这儿的当票，等老子把镖送完，一定回来找你赎，你可别给我弄丢了。放心吧，时候到了，我自会去找你。这老头怎么神神叨叨的？快走吧，前面就是死城，出了城离京城就不远了。自己身体那么弱，也不知道刚刚逞什么强。哥哥，芷儿刚才杀水鬼好累哦，芷儿也要哥哥扶。谁要他扶？罗童说：“我们走。”没心没肺，活的倒是挺精神。站住！此关煞气冲天，阴司过所上并无登记，此乃甲级违禁之物，按律必须开棺查验。这是大景皇家之物，谁敢开棺？这帮基层当差的生什么气？阴曹地府通行律法第3章第7条，皇家机密标件享有免检权。沈清野，又是你！你敢接这种票，不要命了！这东西连丰都的大人们都避之不及。你知不知道，一旦开棺，方圆百里的阴气都会被他吸干？知道啊，所以你们要查验吗？我这就把封印解开，大家一起死。或者，你今天要是敢扣我的货，我明天就把阴庭监察司的申诉表贴满你家祖，你选一个。行，算你狠。放行，沈清野，我看你这烂命能硬到什么时候？多谢大人。吓死我了！我刚刚还以为你得跟他们打一架呢。走阴路讲究的是一个人情世故和合法合规，打打杀杀多费力气啊。哥哥骂人的样子好帅啊！这里的这些是人是鬼？大部分是鬼，少部分是被困住的，还吊着一口气的活人。这些人看起来还挺快乐的，因为他们不记得自己死了。死城的规则，活在最后一段快乐的记忆里，永远不会痛苦，也永远不会离开，因为投不了胎，
执念最后会化作迹象的物件，永远封存于死城。算投胎，算仇家，算你坟头长的是狗尾草还是摇钱树，算你烧给小老婆的纸钱有没有被正房截葫芦。原来死人也要算命。死人不要命，要的是理。怎么死的，谁害的，欠了什么该还什么，这些不弄清楚，他走不了。走不了就闹，所以得有人替他算。你要干嘛？恭迎大景真命太岁宿主。你认识我？我当然认识你，我师父念叨你念叨了300年了。师父，你要等的人来啦！你是钦天监的老监正，我在你家祠堂看过你的画像。哎，你该不会是来找我寻仇的吧？我是拿炮仗炸过你的牌位，但是我当时还小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来找我。300年的死局终于等到了，老夫前朝钦天监监正拜见大景真命。啊！你叫我什么？什么真命？真命便是这天下气运的活载体。陆小姐，你以为你爹拼死护送的只是一口棺材吗？那里面装的是大景的国运太岁。太岁？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就是太岁选中的宿主。太岁飞妖乃是天地气运凝聚的肉汁，它每300年一醒，需寻一紫云纯阴的肉身作为宿主，方能将气运反哺人间。你迷信的朱砂痣就是太岁审定的印记。老登说这么文绉绉的，他听得懂。陆老板，我给你翻译一下，他的意思是，你现在就是一颗行走的人形十全大补丸，在这地界上，不管是人是鬼，吃了你或者沾了你，就能长生不死。你说刺激不刺激？得你者得太岁，得太岁者得天下。陆小姐，这才是你一家被满门抄斩的真正原因。说，当年下达命令的究竟是谁？是谁害了侯爷满门？是谁？满朝文武，龙椅上的那位，还有那些世家大族，谁不是贪婪之徒？太岁肉旗，食之可延寿300载，得之可镇压一国气运。在他们眼里，陆家不是忠臣，而是一座守着长生不老药的宝库。是我害死了爹娘，害死了全家上下134口人。如果不是我，爹爹不会死，哥哥也不会死，我真该死啊！哭够了没有？你以为你死了，你全家就能活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这世道就是弱肉强食，他们要吃人，难道还要怪肉长得太香？你现在是一件货，而我是收了钱的镖师。在到达京城之前，你就算想死，也得先问问我同不同意。哥哥说的对，都是那些坏人贪欲过剩，你不能都怪在自己身上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带着太岁入京，以紫云之身登基，借太岁之力匡正朝纲，大景才有救啊！不好！泄露了太岁天机，打破了死城的规矩。太岁，吃一口，长生不老。保护大小姐。死城暴动，这可是超纲的活。陆老板，这属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额外风险，得加钱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算账？我给你加双倍，不10倍。老板大气，概不赊账，记得打欠条。妖孽休得猖狂！反抢哥哥的生意，你们都得死！神镖头，死城亡魂无穷无尽，杀不完的，我们必须打开一条通道，尽快出城。这么多脏东西，一道道砍过去，没等出城，老子就得累死。没办法，只能花钱买路了。这可都是真金白银啊，陆老板，这笔耗材费你必须报销。报，只要到了京城，本小姐把国库都给你搬通。
潜能通神，阴阳借法，破！罗通，推棺材，跟上！大小姐，快走！真命，快到老臣身边来！这死城规则已破，万鬼噬魂，只有老臣的星途能护你周全。去吧，有人免费当保镖，不用白不用。妈耶！多谢老监正。保护真命是老臣的本分。老监正，为什么感觉身体越来越冷，力气好像被抽根了？真命放心，不过是煞气冲撞，等出了城就好了。这阵法的气口不对，抽丝剥茧，这老登在吸血啊！神镖头，火断了！老东西，你这星图画的挺别致啊！神镖头这是何意？老臣在保护大景真命。保护？你这阵法叫窃天局吧？表面上是防御，暗地里却在抽他的气运。你胡说！老臣对大景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。死城里的人投不了胎，是因为执念太深。你在这破地方困了300年，早就受够了吧？什么狗屁大景国运，什么300年的死局？你等他，不过是想借太岁宿主的纯阴气运，替你自己洗掉死城的业障，好去阴司投胎。老朽也是被逼无奈呀！300年了，这死城不见天日，老朽只想求个解脱。少跟我来这套，想解脱，可以拿买路钱来换。出城的生门在哪儿？你在死城苟了300年，绝对知道底牌。生门？这死城本就是个死局，哪来的生门？不说，我这把辟邪剑刺进去，你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。太岁宿主又如何？既然老夫走不了，大景真命就留下来陪葬吧！万鬼噬魂，站起！沈清爷，你记住，你是大景的送命人，他封作假神之时，便是你命运之日。要想活命，除非他死。谁敢要哥哥的命，我就杀谁，哪怕是那个女人。纯阳无极，金火照顶！神镖头，顶不住了！顶不住也得顶！这趟镖要是折了，老子做鬼都得求死！沈清爷，但碰我哥哥，都得死！真他娘的，这次亏大了，老子连定金都没花完。我绝不允许再有人因为我而死！大小姐，那阴火会烧穿活人骨血的，快回来！沈清爷，别睡，我拉你出来！别睡，我拉你出来！是他。老子找了20年的救命恩人，就是眼前这个煞星！给我起！哥哥，拦不住了！我带你走，不用管他们了。但
老子的镖，谁也抢不走！太岁飞妖乃是天地气运凝聚的肉汁，它需寻一子王纯阴的肉身作为宿主。你眉心的朱砂痣就是太岁选定的印记。我不是累赘，我是这口棺材的主人，我才是大景的气运。既然认了主，那就听我号令，给我醒过来！生门，死城的生门被强行劈开了。沈清野，你怎么样？你别死！15年了，当年那个在死人堆里把我刨出来的小丫头，居然长成了这副惹祸星的模样。哭丧呢，老子还没死。你流了好多血，都是为了救我。知道就好，这笔账连本带利得加钱。奸商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钱？小结巴，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小结巴，他怎么会知道我小时候说话结巴？哥哥是我的，谁也不能抢走哥哥。沈镖头，大小姐，此地不宜久留，生门快要闭合了。罗通，扛棺，白纸，开路。好的，哥哥，侄儿这就带你们出去。大小姐，我们终于出来了。录像没错。你轻点儿，谋杀故园啊！对不起，如果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。是我拖累了你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老子接了这趟镖，就是死也得把棺材送到京城，这是规矩。只是因为规矩吗？不然呢？你以为老子看上你了？侯府千金，我可高攀不起。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！哥哥，疼不疼？侄儿给你吹吹。大小姐既然知道自己是累赘，就该离哥哥远一点。我是雇主，他保护我是天经地义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行了，都给我闭嘴！死城虽然破了，但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沈镖头，接下来我们该往哪儿走？前面就是鬼门关，活人想借道得过3关。哪3关？奈何桥、孟婆阵、十殿轮回。那我们能过去吗？怕了？谁怕了？本小姐既然觉醒了太岁，就是大景的气运所在，区区鬼门关拦不住我。好大的口气！不过过鬼门关的打点费得加钱，黄金10000两，概不赊账。奸商！等我进了京，把国库都搬给你，行了吧？成交，原地休整半个时辰，准备闯鬼门关。沈清野，你是大景的送命人，他封作加身之时，便是你命运之日。要想活命，除非他死。我绝对不能让你拖累哥哥。
好冷，这地方连一点活人的气息都没有。废话，活人走阳道，死人走阴路。你现在踩的是死人的地盘，阴气最盛。停！怎么有那么多层？我们要走哪层？不由你选。奈何桥凭生前功过定路，一人一秤，你们谁先来？我先来。若是金色重，则三桥任选其一；若黑色和金色相平衡，则走中桥；若是黑色重，则走下桥，直接打入无间地狱。奇了，折秤居然无法下判断。生死簿记载，走阴尸，镇煞鬼392次，护送死者入土1437具。但要价虚高，贪图钱财，这秤称不了你。你回去吧。既然这秤不行，那我帮你称。你把什么东西放在秤上了？欠条，每一张都是一个死人回家的证明，有的是儿子，家里老娘等着；有的是丈夫，媳妇守着空房；有的只是一块将士的碎骨头，但他生前念着故土。我收了钱，把他们送到了，不是因为善，是因为我接了这趟妖。这功德，你们这破秤，称得起吗？任选一桥。这也行，我哥哥就是这么厉害。下一个，陆安宁。太岁宿主，非人非神非妖，你的善恶不归奈何桥管辖，无法判录，自行择录。多谢两位官差。别高兴得太早，管不了你的地方，往往比管得了你的地方更危险。你看着好眼熟。官差大人说笑了，每日来往奈何桥的人那么多，或许是容貌相似，也未可知。不对劲，这两个老东西不开口说话，肯定没好事。官差大人，请问什么时候开始称量？不必称了，你不能过去。为什么？永安3年在册之魂，白纸，逃判300载，今日即现身石门，当即缉拿。拿人，牛爷，办案讲究个证据和时效。他现在不过是一缕寄生在破伞里的残魂，按你们阴司律例第300条，魂体残缺者，前尘因果皆散，不入重刑。你们摆这么大阵仗拘他，越界了吧？哥哥，别动，别为了纸儿和阴司作对，不值得。老子既然说要带你走一程，就没中途教人的道理。阴司有阴司的规矩，他要是过不了这奈何桥，大不了我带他原路退回去。你们连个拘票都不出，上来就要生抢，是觉得我沈某人的刀不够快，还是觉得阴司的律法是个摆设？放肆！他犯的乃是重罪。300年前，他擅自耗尽本命魂火，以残魂为引，硬生生把一个阳寿已尽、半只脚踏进鬼门关的洋人给死死锚回了人间。此等逆天改命之罪，就算魂飞魄散，也必须押回受审。哼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符体，我怎么听着他是做了件善事？再说，就算要拿人，拘票拿来，拿不出拘票。今天就算是10殿阎王站在这儿，老子也一刀劈了这奈何桥。沈清爷，你要暴力抗法！抗法！老子今天教教你们怎么执法。既然是逆天改命的重罪，要审也是丰都弟弟和查查司的事儿。越权拘魂，死后无极。老子今天就算把你们几个全砍了，到了阎王爷面前也是老子占理。不怕死的，上前一步试试。此案存疑，暂缓羁押，待出阴路后移交丰都大帝亲审。
在此之前，由走阴师沈清野担保，此魂不得擅离镖队。没问题。300年前，他耗尽魂火救的那个人是谁？军功累累，护主有道，则上桥。多谢两位官差。罗大人，生者走上桥者，蒙阴司恩准，窥一眼生死簿上的阳寿归期，你可敢听？罗某是个粗人，只信手里的刀，本不信命。但若能借此替我家小姐探一探前路的凶险，听听又何妨？阳寿余额37日，命绝大境京城，万箭穿心，尸骨无存。不可能，37天怎么够？你们算错了。沈清野，我付钱，你不是能用钱买命吗？我给你钱，你帮罗同书变了。小姐别哭，20年前在死人堆里，若不是侯爷递给我那半个带血的馒头，罗同早就是乱葬岭上的一捧黄土了。我这条命本就是侯府给的，如今还能护着您走完这最后37天，亲眼看着大景换了青天，这笔买卖罗边稳赚不赔。天横地平，生死有常，生魂借道，劫数自渡，开道过桥。走吧，该上路了。哭丧着脸干什么？他还没咽气呢。可是，生死簿上写着，罗同书他的阳寿只剩37天，死期将近。死期是一回事，怎么活是另一回事。我见过很多被阴司判了死期的人，最后活下来的也不是没有。只要还活着，就有改命的可能。改命，真的可以吗？陆大小姐，你现在看看哥哥的眼神，跟看罗通书的眼神不太一样呢。你胡说什么？侄儿只是实话实说。陆安宁，你清醒一点，侯府满门抄斩的血仇未报，大景国运还系在你的身上，你现在怎么能生出这种乱七八糟的心思？他不过是个拿钱办事的镖师，我只是他依赖他的武功而已。对，只是依赖。孟婆镇，活人没几个来过，来了的也没几个全虚全伪出去。这里面都住着什么东西？有执念的斗流鬼魂，有各路做阴阶生意的杂鬼，还有真正管着这块地的鬼市太保。能用钱摆平的地方都好说，怕就怕这位太保连钱的面子都不给。既然这么邪门，我们还直接进，不如找条小路绕过去。绕？你拖着这么大一口冒着黑气的铁疙瘩，真当镇子里的鬼差是瞎子？阴曹地府避无可避，进镇先拜码头，这是必须过的明路。不管进去之后太保说啥，老子没开口，谁都不许拔刀。听清楚了吗？打包卖10年阳寿喽！生死簿上添一笔，祝你活到170。新鲜的，前朝武将临阵遗言，只此一份，解密宫闱秘史八卦，仇人死期预测，巫蛊验圣诅咒，包准。别盯，那些是记忆，看久了会有感应，引出麻烦。哟，活人，稀罕！太保有请，车停这儿，跟我走。我们真的要跟他们去吗？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好鬼。当然跟他们去，既然要拜码头，就该拜孟婆镇上最大的官儿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叽叽喳喳说什么人话呢？快点跟上，老子没空等你们扯闲话。
终于来了。沈镖头，咱们开门见山，孟婆镇是老子的地盘，活人过镇走的是死人的路，按本镇规矩得留点好处费才能过路。我给你3个选择：其一，你们3个活人各留10年阳寿；其二，那口玄铁大棺归我寄存，出了镇再来取。当然，你要是取得到的话。其三，把女客留下。镇上的牡丹楼好久没有新鲜货了。太保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最讲规矩的了。只是这3条得容我想想。可不可以先在镇上落个脚，明日再给太保回话？念着沈镖头的招牌，给你这个面子。不过沈镖头别想跑路，老子的地盘，一只苍蝇进来，老子都知道它歇在哪片叶子上。沈镖头，刚刚为什么不直接拒绝？我镇是阴间唯一的绝对中立区，有一条当年孟婆定下的死规矩。镇内禁物，先动手者，神魂与所有财物皆归对方所有。所以，鬼市太保是想激怒我们先拔刀，只要我们破了规矩，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没收这口玄铁棺。聪明，只要咱们不拔刀，他那点下三滥的手段就没处使了。我总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。那太保刚刚激怒我们不成，肯定还会继续出阴招。记住，不管太保怎么刺激你们，都给我坐稳了。老子今天就教教他，在这阴曹地府，谁才是真正的祖宗。几位贵客，刚刚忘记说了。太保要开夜市了，有件大宝贝拿出来拍卖，就摆在楼下大堂。活人若是去看，可能不太好，所以请各位客官千万注意回避，别下楼看热闹。什么宝贝？这小鬼撒谎都不打草稿，真不想让我们看，派兵把这层楼封了就是，特意跑来敲门嘱咐，生怕我们听不见似的。是阳谋，太保知道我们识破了他的激将法，所以故意抛个诱饵，请君入瓮。哟，陆大小姐开窍了。出了鬼门关，回到大景的朝堂，那些吃人的权臣只会比这鬼市的太保更阴险。我若连这等拙劣的算计都看不破，拿什么回去夺天下？靠谱。老板有这般觉悟，我怀里那张天价欠条就算是稳了。你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掉钱眼里？既然他故意设局，咱们今夜就在屋子里好好休息，哪儿也不去。去，当然得去。既然太保大人连台子都搭好了，咱们若是不去捧个场，岂不是显得我大景的宋标人不懂礼数？罗通，扛上棺材！太保不是馋这口锅吗？老子今天就把肉端到他眼皮子底下，馋死他个老王八蛋！奇怪，为什么看到那个瓶子，我会感觉喘不上气？那是婉儿小姐，畜生！他们竟然利用大小姐的执念，遮入二小姐的魂灵。忘川和尚收走的执念，要么用来渡关，要么流入阴间成了无主孤魂，被捞走当宝贝卖，不稀奇。诸位，今晚压轴便是这段执念。这不过就是一段忘川上没人要的破烂，也配当压轴的宝贝？就是，我看着孟婆阵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了。此物乃忘川精念，出自活人执念，品质纯阴，内封血清骨肉的真情执念。懂行的都知道，拿去祭炼法宝，千年公路立竿见影，震入地界可压300年煞气，又或者直接服下，保你往后不知痛苦，不知悲欢，投胎顺顺溜溜。起拍价1万银两，纯阴品质啊，我出15000银两，我出2万。畜生，竟敢折辱二小姐的魂魂！大小姐，我这就去宰了他们！拔出来。只要剑完全出鞘，孟婆阵的规则绞杀就会降临，那口棺材就是我的了。大小姐，那是婉儿小姐啊！罗通叔，把剑收回去，那不过是一团残魂，别中了激将法。我乃大景国运所在，肩负天下苍生和134口血仇，绝不会为了区区一段执念，乱了阵脚，将大景的命脉拱手让人，让他卖。没想到这个娇滴滴的千金小姐倒是沉得住气。大人，如果他们不拔刀，那咱们抢棺的计划不就落空了吗？孟婆镇的规矩，不能随意抢走他人物品。我要是能被他们难倒，就不算这孟婆镇的太保。此乃纯阴地命之人的执念，
为了让诸位看清这执念的成色，太保大人特意赐下化形符。姐姐，婉儿好疼，姐姐救婉儿！我出10万两，这纯阴凝聚的人形最适合拿来做修炼的鼎炉。本王今晚要在床上把这执念一口吸干。15万两，我要生剥了这小丫头的皮，穿在身上定能永葆青春。姐姐，救我！婉儿死了，记忆留着，只是让我多疼一遍。我们走。有格局，总算有点大老板的样子了。不过老板能忍，我这个打工的可看不得别人在我面前装逼。别轻举妄动，我们的目标是走出孟婆镇。你真的甘心把关于妹妹的执念丢给这些货色做炉鼎？独角幽王出价最高，我宣布这段执念归独角幽王所有。慢着，这执念我要了。哪来的野小子敢抢本王的东西？就是，谁不知道鬼王是这阴曹地府最富有的主？谁这么不要命，敢跟鬼王竞价？鬼市的规矩，只要出价高就能拿走商品。敢问太保是还是不是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不管你出什么价，独角大王一定能出得更高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点天灯。沈镖头，你确定？点天灯，那是孟婆定下的死规矩，一旦点燃，场上无论出价多少，你都要翻倍跟进，且必须当场以实物结清。赖账者，天灯焚体，神魂尽散，永不超生。黄口小儿也敢大言不惭！本王在鬼市攒了300年的家地，还从来没有人敢在老子面前点天灯。既然你想死，那本王今天就成全你，我出100万银两，外加本王200年的修为结晶，老子看你拿什么跟！100万银两，这笔钱足够买下半个死城了。独角鬼王这是疯了吗？钱算什么？那可是200年的修为结晶啊！这个姓沈的，那什么跟他比？他死定了！按天灯规矩，沈镖头需出双倍，也就是200万银两加400年修为结晶的等价实物。太保大人是这孟婆镇规矩化身，既然要估价实物，不如太保长个眼。我用这口玄铁大棺抵押，您说抵不抵得过鬼王出手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正愁没理由收你的棺材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只要我认了这笔账，这棺材今晚就得留在拍卖台上。沈镖头，你要拿这口棺材做抵押，这是大景国运啊！罗通叔，我知道你着急，但是沈镖头不是那种头脑发热的人，我相信他。孟婆镇向来公道，本太保断定这口棺材阴气冲天，乃是绝世罕见之物。莫说200万，抵个500万银两也不在话下。沈镖头的价，镇上认了。放屁！一口破铁棺材也值500万，太保你偏袒活人！怎么，鬼王是对本镇的估价有意见？好，比底蕴是吧？我出我鬼王窟整座阴山的地契，本王就不信这个小儿还能翻倍。整座阴山，那可是地府排名前10的风水宝穴，里面全都是千年基因之气。独角妖王这是把几百年的老底连跟他……别说是他一个凡人，就是把咱们整个孟婆镇窟全卖了，也凑不出这个数啊！天灯火起，这小子今晚必遭反噬。太保，麻烦再估个价。你看我这棺材值不值他那座破山头？再乘以2倍。原来如此，哥哥根本不需要有钱，只要太保想吞这口棺材，不管鬼王出多少，太保都会一口咬定棺材的价值更高。哥哥好厉害！这个鬼王怎么这么不识相？等拍卖结束，老子就找人端了你的鬼窝！本太保慧眼识珠，沈镖头这口玄铁棺里面装的因果极大，别说1座阴山，就是10座阴山也换不来。天灯翻倍有效，你放你娘的阴曹狗屁！你们串通一气来搞本王是不是？老子今天就算不要这执念，也要把这破铜烂铁砸个稀巴烂，看看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金山银山！别动，咱们看着他找死。你算计我！兵不厌诈，以后长点记性。太保，这独角幽王不懂规矩，公然在镇内动武。按照孟婆镇的铁律，先动手者，神魂与所有财物皆归对方所有。太保大人，现在我有点天灯的底气了吗？可恶！这小子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出钱，他是拿我当枪使，借我的手杀了鬼王抱金币。沈镖头好算计，不过既然鬼王死了，
这天灯的价儿可就停在鬼王最后的出价上了。你依旧得把玄铁官留下来结账。哎呀呀，太保大人，您是这镇上规矩的制定者，怎么自己也不懂法了？按阴司律例，死鬼的契约自动作废。独角鬼王既然已经魂飞魄散，他刚才所有的出价自然全是废标。既然他的出价作废，那场上唯一的有效报价，就是拍卖师一开始定的底价1万阴两。按规矩，我点天灯只用翻倍，给你2万两。但是行走阴阳还是得行个方便。这样，我卖你一个人情，我翻200倍，把这200年的修为结晶送给你。好一个沈镖头！今日我认栽，这件藏品归沈镖头了。这个沈镖头好厉害，1分钱没出就把东西拍到了。何止1分钱没出，他还倒赚1整个魔王窟啊！那座阴山风水不错，抢手的很，拿在手里每天都能升值啊！拿着，这是你的东西，谁也买不走。麻烦来了。走阴师沈清野，你在孟婆镇扰乱市场，屠戮阴司命官，更有包庇逆天之魂白纸，护送违禁之官入室之罪。十殿阎罗敕令，缉拿沈清野归案，敢有反抗者，就地格杀，永不超生。想要带走沈镖头，先问过罗某手中的剑。罗统领，跟地府大军拼，你有几条命？哥俩，枷锁带了吗？最好换成玄铁的，那种生铁的，老子一用劲儿就断。麻烦。他是为了帮我拿回执念，才闹出这么大动静。陆大小姐，别太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我哥那是怕棺材落入别人的手里，砸了他的招牌。他保的是棺材里的镖，可不是你的人。行了，吵得我耳朵疼。这森罗宝殿，老子早就想来了。十殿阎罗那些老官僚欠我的陈年旧账，这回正好清算干净。沈清野，你身为走阴师，施阴阳2界之犯，却不守乾坤之举，你可知罪？罪。沈某走阴一脉，接的是人间执念，走的是阴阳公道。秦广王，我何罪之有？大胆！秦广王前岂容你狡辩？你屠戮独角鬼王，强闯孟婆镇，此为藐视法纪。独角鬼王收受阳间权贵贿赂，折留战死将士阴魂做私产，才攒出一个魔王窟。我杀他是替地府清理门户。秦广王，这功劳您生死簿上记了吗？哼，死到临头还敢牙尖嘴利！来人，祭出孽镜台！孽镜台下，善恶自明。沈清野，本王倒要看看你一生杀了多少无辜，吞了多少昧心钱。清野，你记住，这些人生前不管犯下多大的罪过，死后都是一捧黄土。咱们走阴师走的是阴阳界，赚的是死人钱，但收了钱就得替他们守住这人间最后一道公道，让他们入土为安，不受恶鬼欺凌。收你1万两买命钱，你那下油锅的罪孽，本官找个替死鬼帮你消了。老子的雇主，阎王爷也休想拿去顶包！照啊，接着照，看看这地府的官皮底下，到底害了多少生灵，藏了多少阳间的黑钱！裂了！孽镜台乃是审判众生的天地法器，就算十恶不赦之徒也照得下，怎么会被一个凡人的业障给撑爆？蠢货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哪是什么凡人业障撑爆的？这镜子再往下照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怕是上面有人要坐不住了。这是在暗中施加威压，强行毁坏法器灭口啊！走阴一脉接的都是冤死鬼的活，这沈清野手里到底攥着咱们地府多少见不得光的催命黑账啊！肃静！此子定是用了乱人耳目的妖术。来人，把这碎裂的孽镜台撤下去，即刻将沈清野推上斩魂台，就地正法。秦广王，你急什么？孽镜台虽然裂了，但最后一段因果还没放完呢。你们不敢看，老子偏要让整个阴司都看清楚！
阳间的人我已经杀干净了，那本牵扯国运的账本绝不能有半点风声漏出去。阴曹地府那边就劳烦判官大人扫个尾了。太师放心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本官这就回阴司修改生死簿，把他们全家老小的魂魄直接打入18层地狱。哼，叫他们连阎王爷的面都见不着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天机冥谷从今日起彻底绝后。活下去，青爷，活下去，别报仇，去赚钱，赚够买通这满天神佛的钱，把你师兄师叔们的魂给老子买回来，重建天机镖局。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们阴曹地府的公正。大景的权臣在阳间杀人，你们阴司的判官在底下毁尸灭迹，你们身上穿的这身紫袍，全他妈是用活人的血染红的。这滔天的罪业，该不该你们来担？污蔑，一派胡言！阎罗大人，这是他用妖术伪造的幻象，是陷害微臣啊！此等狂徒绝不能留，快下令把他推上斩魂台！大胆狂徒，扰乱公堂，污蔑命官，罪无可恕。沈清野，本王今日就让你魂飞魄散，替你天机镖局彻底了结这桩因果。来人，请斩魂闸。秦广王，好大的威风啊！老夫在阳间传下的天机一脉，如今就剩这么一根独苗了，你也敢上铡刀？天机一脉，独苗，你这老东西是咱们天机一脉的祖师爷？我靠！合着咱们镖局最大的靠山，跟望腾和尚当了300年的收费站站长，你早亮身份，老子这趟镖还用着挨这么多顿打？我的医药费你给报销吗？不让你多挨几顿打，你怎么知道这地府的官僚心有多黑？哪来的野鬼？敢劫森罗殿的法场！野鬼？秦广王，你这位置坐得太久，连老祖宗的脸都不认识了吗？司命袍，你是300年前失踪的天机司大判官，算你狗眼还没瞎。天机司监察阴阳，十殿阎罗接受老夫审议。300年不见，你们居然勾结阳间权臣，把地府变成了个贪赃枉法的烂泥坑。小子，苦了你了。老东西，你这出场时间算得挺准啊！再晚1秒，你就得去18层地狱给我收尸了。这个要钱不要命的财迷走灵士，背后站着的竟然是曾经的地府最高纪检官。难怪他敢在森罗殿上硬帮10殿阎罗，连聂镜台都敢砸。人家哪是来送命的，人家这是带着祖师爷来查地府贪腐案的。秦广王这回怕是踢到活阎王了。天机大看官，你失踪300年，如今的地府早就是10殿阎罗说了算。你敢包庇重犯，本王连你一起拿！拿我？秦广王，老夫300年前隐姓埋名躲在忘川河上，就是为了收集你们这群贪官的罪证。今日老夫带了天道诛邪令，这森罗殿该换天了。完了，天道诛邪令一出，秦广王自身难保，唯一的活路就是帮阳间的太师成事。只要现在杀了陆安宁，去死吧！杀我的手！当着我的面动我的雇主，我看你是嫌命太长了。秦广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手下的人不仅贪污受贿，还企图谋杀大景太岁。这笔账是你自己填，还是我帮你填？第一，立刻放了我天机镖主在18层地狱受苦的所有冤魂。第二，给这口玄铁大罐盖上地府的最高通行大印。第三，护送我们出鬼门关。你想怎样？照办，否则老夫今日就请天道洗牌10殿，雷样又不好自检。放行，全都放行。青爷，老夫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。这森罗殿里积压了300年的烂账，老夫得留下来跟他们一笔一笔的算个清楚。至于天机镖局的冤魂，老夫已经安排了接引室，今日便保他们出18层地狱，走清平道回阳间投胎。15年他们终于能安息了。算这帮老东西运气好，省了老子一大笔买路钱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前面就是鬼门关，是死人回阳间的最后一道天界。那地方不认10殿阎罗的通关文体，只问因果。你这辈子欠的恩，上辈子造的孽，到了关前都得一笔核算清楚。祖宗您操心自己，我沈清也做买卖，向来只有别人欠我的，老子的账本上绝不欠任何人1分1毫。但愿如此。哥哥当然不欠任何人的，是侄儿欠了天道300年的逆天之债，这鬼门关，侄儿怕是过不去了。生人借道，死魂扣关。他阴阳路引，陆安宁阳寿未尽，可过；罗通命数未决，可过；沈清野走阴一脉，可过。白纸，生死簿上无你名姓，
你乃逃避轮回300年的游魂，鬼门关不可过。两位神君，白芷姑娘与我们一路生死与共，难道就通融不得？若要过关，需剃去其3魂7魄中的地魂为压，一旦压下，稍有不慎便会灰飞烟灭。老子的人，一根头发丝都不留给你们。哥哥，别为了我动怒，不过是一缕地魂，芷儿压得起。你懂个屁！地魂一抽，你连转世投胎的资格都没了。芷儿本就没打算去投胎，芷儿好不容易等到你，我只活今朝，不求来世。我的地魂压在此处，请各位神君开门吧。前方便是鬼门3关，若是无法通过，便会永远滞留在关内。诸位好自为之。鬼门第1关，赵新台、赵建儿等生平最深之牵绊，唯有心口如一，方可通行。老爷，当年你在战场上救了我，我罗通发誓，就算是要屠神斩仙，也会把大小姐平安送入京城。别睡，我拉你出来。你快走，追兵来了。你拿着这个往山里跑，我爹是侯爷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小沈清野，那个在死人堆里的小孩，是你。要不然，老子当年顺着地上的血迹找了你3天3夜，还以为你这个小结巴早就被山里的野狗给啃。你早就认出我了，那你这一路上为什么只字不提，还要变着法儿的逼我签那些天价欠条？阴曹地府的规矩，欠债还钱，因果相连。陆安宁，你是大景的气运，这满天神佛十殿阎罗都盯着你这块肥肉。我不让你欠我天大的债，把咱俩的命死死绑在一起。那些鬼差派凭什么给我这个面子，让我一次次名正言顺的替你挡刀？沈清野，你就是个天大的混蛋！我认。下一位。执念逾越300年，此怨太深，赵新台无法承载全部因果。芷儿，你没事吧？哥哥，芷儿没事，芷儿只是觉得好累。小鬼，法器坏了是你们地府的质量问题，我妹妹被反射这笔账怎么算？开门！石碑虽裂，但若无法判定他是否心口如一，这扇门他就过不去。无妨，芷儿不必看赵新台，芷儿知道自己的心。我白芷300年执念，至死不悔。第1关算你过，但第2关忘情渡，你若放不下这300年的执念，这执念必将化作千钧之石，拖着你永沉河底。鬼门第2关忘情渡，这河水怎么连一丝波纹都没有？此河不服鸿毛，只陈执念。踏上石墩，水晶便会映出你心底最难割舍之情。若能勘破虚妄，放下执念，石墩便稳如泰山。若逆于过往，不肯放手，或假意说谎，石墩便会崩塌，行者坠入忘情苦海，永世沉沦。罗通，你太累了，阳寿也快尽了，留下来陪我们歇歇。侯爷，底下的日子太清闲，罗通是个大老粗，过不惯，
末将还要护送大小姐去砍太师的脑袋，今天就不留下来陪您了。娘，婉儿，安宁还有大景的江山要夺回来，等着天下太平了，安宁再来给你们磕头。景爷，这趟不要太险，回来吧。老头子，你以前教过我做生意不能亏本。老子在阳深接了个超级大单，尾款还没结呢，哪有空下去陪你喝西北风？等老子赚够了，再给你多烧几个纸扎的丫鬟伺候你。芷儿别怕，我等你。300年执念化形，这已不是忘情，这是孽劫。小姑娘，海神震怒，整座余阴城的百姓都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你是极阴之体，唯有你跳入这万丈黑海，才能平息神灵的怒火，救下全城百姓。这本就是你的命，能为救千万人而死，是你的福报。你是自己跳，还是我们帮你？去他妈的海神！老子不信神，老子只信手里的剑。他喊我一声哥，这天底下就没人能动他一根头发。顽固不灵，为了一个野丫头，你要拉全城人陪葬吗？举弩箭准备，送这疯子下地狱！放箭！冥顽不灵，这就送你先去见海神。想动他，除非老子魂飞魄散！疯子，你竟敢烧了自己的生魂结阵，你这辈子都没法入轮回了，连鬼都做不成，你疯了吗？只要他能活，老子连神都敢杀！给我放！哥哥，你回来啊！你别死！芷儿，别怕，以后找个好地方活下去，别再让人欺负我幻境白纸，自愿燃尽三魂七魄，以血为符，以骨为散骨，甘愿化作这红伞之灵，不入轮回，不见天日。300年、500年，哪怕等到灰飞烟灭，我也要护他转世真灵不灭。芷儿，这300年，你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伞里熬过来的。芷儿，老子管你上辈子是谁的妹妹，这辈子你叫我一声哥，就算阎王爷亲自拿生死簿来勾你，老子也得让他空手滚回去！哥哥，放手吧，忘情水重若千钧，你会被我一起拖下去的。老子这辈子做生意从来没亏过本儿，你欠我的待遇费还得给我打杂还我呢，想死门儿都没有！钱能通神，老子的钱连阎王爷的账都能平，还填不满你这区区一条忘情河！给我铺路！沈清野，你不要命了！
放心，老子命硬，没那么容易死。忘情度已过，下一关是鬼门关的最后一关——生死门。此门一开，便是阳间。本引路者在此别过，祝君好运。这就是最后一关了，只要推开这扇门，就能回人间了。沈清言，你不觉得这里太安静了吗？是啊，既然是鬼门最后一关，就不可能这么简单。退后，屏息，谁都不许动。堂下何人？为何扣关？我等护送太岁入京，匡扶天下，解救生灵，还请神经放行。太岁宿主陆安宁，身负人间国运，牵扯万民因果，重症超限，不可过。杀伐过重，煞气缠身，妖魂白纸，逆乱阴阳，逃避轮回，不可过。走阴师沈清野，妄图颠倒乾坤，携违禁之物扣关，不可过。全都不让过！那我们这一路拼死拼活，过了忘川，过了森罗殿，过了赵新台，过了忘情渡，全都算什么？神君把眼睛撒亮了，看清楚，十殿游罗的通关大印在此。我入了孟婆阵，会了森罗殿，把阴司的账该赔全平了。你现在告诉我，凭什么不让过？十殿游罗执掌的是死人的账目，而这扇门后是阳间的路，死关的亮牌开不了天道的门。秦广王，他根本就没打算放我们走。他痛快盖章，不是因为忌惮老艄公，是因为他知道，带着大景国运的人，天道的门绝对不会放行。他盖章，是因为他笃定，我们死在这里，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好算计，借天道的手杀人，一点血都不沾。老子管你是阴司还是天道，不给路，老子就劈出一条路。冥顽不灵。凡人，你们的执念太重，留在此地，化为门前枯骨，才是你们唯一的归宿。沈清言，我撑不住了。300年前，是他挡在我身前。哥哥，别硬撑了。爱之姑娘，她为什么能站起来？我本来就是一缕孤魂，没有重量，如何被压？天道的门，单凭凡人的骨头是撞不开的，除非有生灵献祭。白芷，你给老子退回去！你得听我的，你退回去！哥哥，你忘了，我早就没有轮回资格了。就算除了这山门，我也只是一缕见不得光的残魂。芷儿，你停下！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你不要冲动！陆大小姐，大景的天下需要你，而哥哥也需要你。那年你救了哥哥的命，让芷儿能够等到哥哥，芷儿欠你一句谢谢。现在换我把他的命交到你手里了，望你务必珍惜。白芷，别做傻事儿！哥哥，芷儿这300年其实一点都不苦，因为芷儿知道一定还能再见到你，能陪你走一段阴路，听你骂人，看你耍帅，芷儿已经赚够了。只是芷儿只能陪你走到这里了。哥哥，别忘了芷儿好吗？天道无情，那我便拿这300年的孤寒，劈开这虚伪的天。那股压迫感消失了。你个蠢货，以为老子稀罕这把剑吗？蝼蚁，竟敢以怨魂练习，抗拒天道！今日
本神君便将尔等连人带剑彻底碾成飞灰。不可能！区区残魂怎能撼动天道？是你自己把门打开，还是老子劈开？不自量力！今日你们谁也别想走出这扇门！停下！吾乃天道法则所化，你若斩吾，必遭天谴。天谴！老子现在就是你的天谴！今天老子就挥剑斩神，让你给纸儿陪葬！弑神乃天地共诛之罪，沈清野，你的命自有天收。神君死了，这门该怎么开？陆安宁，过来。生死门，生人血祭，死魂扣关。你是大景太岁国运之主，这扇门得你来推。走。可带你回人间。老艄公，老少夫，您不是说只能送我们到鬼门关外吗？老夫是没进关。老夫是在阳间的门口等你们，看来那丫头终究还是选了这条路。青野，是不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块，像被人剜了肉？老头子，你若是在这里说风凉话，我连你一起砍！蠢小子，急什么？你以为阴司的规矩真的是死的吗？以魂祭剑，魂魄与剑骨相融，对于普通的鬼魂来说，那是魂飞魄散。但白芷是谁？他在天机伞里酝养了300年，早就成了器灵。您的意思是，白芷他没死？没死，但也和死了差不多。他燃尽了所有魂力。此刻真灵陷入了深眠，只要这把剑不断，他的真灵就不灭。告诉我，怎么做才能叫醒他？生死门外，带他回人间。大景京城有最鼎盛的龙脉香火，你用阳间的至阳之气滋养剑身。等有朝一日，你重振天机镖局，这把剑引够了人间正气，这丫头自然会从剑里醒过来，再叫你一声哥哥。走，进京城抢龙脉，谁敢挡老子的路，老子就让他变成这把剑的养料。大话别说得太早，你以为出了这鬼门关，外面的世道就是坦途了？你在地府这10几天，阳间已经变天了。太师那只老狐狸不仅掌控了朝野，他还借着玄铁关离京的空档，彻底抽干了护城龙脉。抽干龙脉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大景的江山若是毁了，他就算当了皇帝，也不过是坐在一片废墟上。他要的，早就不是区区人间的皇位了。他用满城百姓的命数做引子，
勾结了9天之上的仙神。京城现在是一个巨大的祭坛，那些高高在上的伪神想要太岁肉质来延寿，而太师想要登仙。你们现在回去，面对的不是千军万马，而是窃取了天地之力的妖孽和神明。管他是神还是鬼，敢窃大景国运，我罗通拼了这条命也要扒他一层皮。青爷，你刚刚在门内斩了关界神君，身上已经沾了弑神的因果，天道不会放过你。太师的贼狗也早就在阳间的出口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这回京的最后800里路，步步皆是死局。老头子，师门的规矩，走阴师接了飘，就只认一条理：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哈哈哈，好，不愧是从天机镖局走出来的。去吧，把这被妖邪和伪神弄得乌烟瘴气的阳间，给老夫杀出个朗朗乾坤来！沈青爷，这趟镖我们一起走完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让芷儿白白牺牲。陆老板，前面可是拼命的活，记得在欠条上把这把剑的磨损费也算上。本小姐养你一辈子都行。走。怎么回事？我们在阴曹地府拼死拼活才回到阳间，怎么这阳间还不如地府？这天上飘的不是雪，是纸钱。这不是普通的纸钱，这是龙脉被抽干后天地失序烧出来的气运回。太师那老狐狸居然已经把大景的龙脉抽干了70%，这天下快死了！沈镖头，大小姐，快隐蔽，前面有情况！快点！太师有令，凡我大景子民，每日必须向9天真神献上寿元香火。老太婆，交出你10年的阳寿，可保你全家不死。是个畜生，他这是在抽干民间百姓的寿元去为阳为神。我是大景的太岁宿主，我不能看着我的子民被当成猪狗屠宰，我要去杀了他们！冷静点，给我老实点，你脑子进水了。外面那是神压卫，他们手里的法器专门抽活人魂魄。你现在虽然有太岁之力，但你的太岁本体还没和你融合，你冲出去就是送死。你想让老子的护送任务前功尽弃吗？想救天下人，就得给老子活着走到京城。现在冲出去，你不仅救不了他，整个大景都得给他们陪葬。驱魂犬有反应了，那堵墙后面有未献祭的活人，给我围起来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里面的人，给我出来！这地下有机关，这帮人烧杀抢掠，行事张扬，不可能在此设立机关。估计这下面另有天地。此刻不便暴露行踪，先躲一躲。这群太师的走狗，今天进了我们抵抗军的据点，就别想活着出去！拿命了！你是罗通将军？想伤大小姐，先问过我手里的刀。末将谢祭，前朝禁军先锋官遗孤，现地下抵抗军首领，终于等到侯府的人了。好，果然是我陆府的人，忠贞不二，是为良将。手怎么了？别碰！这一条阴路走过来，把他的阳寿催得更快了。你这条命，现在连10天都撑不到了。沈镖头说笑了，皮外伤而已。大小姐别担心，沈镖头不是说了吗？凡人亦可改命，说不定到了京城，大小姐登上龙位，我就能好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快点入京。末将带领众起义军护送大小姐入京。太师手下爪牙极多，人多招摇，你们就在此帮助当地百姓，免受神压卫侵扰。末将遵命。谢姬，你既是侯府旧部，我信你。这是我妹妹婉儿的魂魄执念，带着她上路太危险了，我把她交给你，替我在城外找个清静的地方，让她安息。末将遵命。
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二小姐的魂魄再受惊扰。不好，是太师手下的神牙卫，据点暴露了，全体列阵！太师有令，玄铁关和太岁宿主一个不留。3个，浪费老子3息的打坐时间。这还是人吗？习惯就好。沈镖头在阴路上杀的鬼，比这几个杂碎多10倍不止。你没事吧？有事，这把剑刚开刃就砍了3个脏东西，磨损费得另算。你能不能正经超过3句话？能。第4句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快，跟我走。沈衙卫既然发现了这个据点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派大队人马过来。我们抵抗军在这地下经营了半年，每一条密道都烂熟于心，他们抓不到我们。但你们必须立刻离开，棺材入京要紧。谢机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务必守住。等我入京登基，你们都是大景的功臣。大小姐放心，末将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补助这里的百姓。别煽情了，密道在哪儿？那边，一直往北走，出口在城外3里处的废弃窑厂。快！弟兄们，把密道入口给我炸了！神衙卫要追，就让他们从咱们的尸体上踩过去。是。跟我来，前面3里有一处隐蔽的山洞，是我们备用的落脚点。沈衙卫暂时找不到那里。谢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从刚才开始就一言不发。有话就说，这里没有外人。大小姐，我有一事隐瞒了你。什么事？起来说话。这是侯爷，您父亲在被抄家前夜亲手交给我的密函。侯爷吩咐，必须等大小姐到了京城，亲眼见到玄铁关中的太岁本体之后，才能打开。我一直守着这个秘密，连哥哥都不知道。但如今大小姐离京城只有800里，末将觉得有些话该让您提前知道了，否则到了京城再做准备，只怕为时已晚。大小姐，侯爷信上写了什么？还是由我来说吧。侯爷临终前将铜匣托付给我时，曾交代过，这玄铁关里的太岁是个尚未成型的半成品。半成品？太岁本该沉睡300年，自然成熟，但侯爷为了阻止太师窃取大景国运，用自己的命做祭，强行把它挖了出来。那大小姐如果现在和他强行合体，会怎样？太岁一旦入体，就会把宿主当成养料，他会像水蛭一样，一点点吸干大小姐的7情6欲，来完成自身的成熟。他不会死，
甚至会获得无上的神力，成为大景真正的象征。但代价是，他会彻底失去作为人的情感。我出去透口气，谁也别跟来。让他自己待会儿吧，这是他登基称帝必须跨过去的坎。外面有动静吗？暂时没有，但我哥派人送来了消息，神压卫正在大规模扫荡方圆50里。他们昨晚端掉了我们2个备用据点，抓走了10几个弟兄。更麻烦的是，太师派来了一个神将。神将？被9天伪神赐予了不死之躯的前朝武将。我哥说，那东西刀枪不入，连攻城的床弩都射不穿他的皮。他已经带着一队神压卫朝这边来了。那个什么神将，离我们多远？探子说，大约还有30里。30里，骑兵2个时辰就到。步行的话，够我们吃顿早饭。陆老板，起床了，有客人要来，咱们得提前结账走人。你干什么？叫你起床，顺便提醒你，你欠我的外袍试用费。昨晚算半个时辰，折银5两。你的衣服盖在我身上，是你自愿的，凭什么收我钱？凭你睡着了没拒绝，按阴路规矩，默认就是同意。赖皮狗！不好，有马蹄声，不止一对。罗通，带他和棺材从密道走。谢林，密道出口在哪？那面石壁后面。我哥昨天连夜让人挖了一条备用通道，出口在山背面的河谷。行，你们先走，我留下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怎么，担心我？我是怕你死了，没人帮我砍太师的脑袋。放心，老子还等着你当上女帝之后把国库颁给我。快走。你就是沈清时。是我。你是太师派来的第几波？前几波都死了。你要是识相，现在掉头回去，我还能省点力气。前面来的都是废物，太师说了，只要把你的人头带回去，棺材里的东西就分我一半。哟，太师还挺大方，可惜这棺材是我的标，谁也分不走。那就连你一块儿收了。这皮比玄铁还硬。恶霸蝼蚁！芷儿，行了，别费力气，好好休养，等哥哥入京帮你恢复元身。这仗我自己能打。太师明明说过，凡间没有武器能伤我。巧了，老子手里的这把剑是从地府带上来的，纯阳极煞，血气开封。不可能！我是神赐的不死之躯。跟你说别迷信，你看翻车了吧？下辈子记得长点记性。真不敬我。这么久才出来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死了也得先把你送到京城，尾款没收呢。你受伤了？没有，是剑饿了，我喂了他点血。耗材费记账上。你能不能别什么都记账？不能，这是我的职业操守。那个神将呢？
死了。你一个人杀的？2个。从这里往北，再有3天路程，会经过一座小城，叫恩吉，那里是太师神恩令最早推行的地方之一。我们可以在城外绕过去，但补给必须进城采购，我们的干粮只够撑2天了。那就进城，小心一点，不会有事。把活人抽成傀儡，这就是太师的神恩令。凡大井子民每日必须向9天真神献上1缕心念，献的越多就越虔诚。被抽干的人就变成那样的行尸走肉，只知劳作和跪拜。太师说这是神恩，是让百姓脱离苦海。我要去杀了他们！陆安宁，你给我冷静点！放开我！我要去杀了他！请上跪下宁令，你现在去就是送死！你冷静一点！我不管，我要杀了他！我怎么冷静？那是我的子民，他们在被当成牲口冲干。你现在冲进去能救几个？10个、20个，然后呢？神牙卫的援军一到，你连自己都保不住。到时候整个大境几千万百姓全都会变成那种东西。你想救这一个城的人，还是想救天下人？你说的对，我救不了他们。等我进了京城，登上太岁之力，彻底觉醒，到时候我才能把所有人从那些伪神手里夺回来。走，绕过这座城，不进。魏神，等老子把镖送到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们。罗通说，这一路上他都在打坐，难道他是受了重伤在调养吗？这是他们走阴一脉的秘术，阴阳测算，用自身寿元为代价，窥探未来的一线天机。那是陆安宁。沈镖头，你一路上那么辛苦，就不想歇一歇吗？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我该怎么报答你呢？不如今晚就让我好好伺候你吧。沈清言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别装了。你看看你，脸都红了。演得挺像。陆安宁的身段，陆安宁的眉眼，陆安宁的声音，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可惜有一个破绽，真的陆安宁从不会好好跟我说话，3句之内必骂我奸商，5句之内必翻白眼。你刚才跟我说了那么一大堆，一个字都没对我，太假了。
沈镖头果然名不虚传，我的入梦术还从未被人这样轻易识破过。太师这回换了个漂亮点的来送死。我不是来打架的，沈镖头，我是来谈判的。哦，太师终于发现打不过，该不当说说客了。太师从未把你们当成对手，他要的只是那口棺材里的东西，而我要的是帮你们保住一条活路。你是谁？大景太岁宿主陆安宁小姐，久仰。我叫吴燕，奉9天玄清神君之命来与您谈一桩交易。我跟伪神的走狗没什么好谈的，即便这桩交易能救大景千万百姓的命。你什么意思？陆小姐，你这一路从阴路杀回来，应该已经看到了，大景的龙脉被抽干了70%，百姓的寿元被献祭给了9天真神。太师手握神权，满朝文武要么是他的走狗，要么是那些傀儡。你觉得就凭你们3个人一口棺材能翻得了这天？能不能翻不是你说了算的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不是来阻止你的，我是来给你指一条更稳妥的路。大景36周，太师已战21周，你现在带着太岁入京，就是白白送死的活靶子。交出玄铁棺，我主玄清神君保你平安。等太师和藩王两败俱伤，你再回京坐收渔翁之利，如何？等？恩基城里那些被抽成傀儡的活死人能等吗？把大景国运交给你们这些伪神，这天下还有活人吗？回去告诉你的神，1个月内我必入京登基，这天下吃人的畜生我挨个清算。蠢货，你真以为你父亲唤醒太岁是英勇就业？提前唤醒太岁的阵法根本就是太师故意泄露的。太师就在京城等着你，等你彻底失去7情6欲，变成一个完美的容器，他再舒舒服的摘走太岁。你这趟入京不过是上赶着去当药引。挑拨离间省省吧。太师想登仙，你家神君想要太岁，狗咬狗而已。你跑来吓唬他放弃入京，不就是怕他真进了京神功大成，你家主子连口热汤都喝不上吗？沈清野，你很聪明。滚回去告诉你主子，这趟镖老子送定了。想要棺材，让他自己拿命来填。沈镖头硬气，只是不知道这硬气能不能扛得住天劫。陆小姐，她在地府斩了关爱神君，身上已背死局。你可知这弑神的天罚何时降临？就在你与太岁融合、登基称帝的那一刻。你往前走的每一步，都是在催他下黄泉。你若真在意他，现在就让他离你越远越好。言尽于此，陆小姐、沈镖头，后会有期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斩了关爱神君，天道会降死劫？干我们走阴这一行的，谁身上还没背几张老天爷的通缉令？大惊小怪！别跟我打马虎眼！如果我登基的那一刻就是你的死期，那这龙椅你必须坐。陆安南，你刚才跟那妖女放狠话的时候，不是挺有女帝的派头？恩泽城21州的百姓在等你，你爹的133口血债也在等你。你现在为了我一个跑江湖的镖师，说不干就不干了，你对得起谁？可我不想用你的命去换。你现在是半个太岁之体，是个快要断了7情6欲的神仙。神仙是不该为了凡人哭的。老子接了你的镖，就一定会把你送进京城。至于天劫，天道若是敢拦老子收尾款，老子就再劈他一次。睡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罗通，下半夜换你守。毒入心脉，还有1日可活，够用了。侯爷，您再等等，等罗通替大小姐劈开京城的大门，我就下去给您磕头。陆安宁，你还是来了。
凤神傀儡，以太岁妖法抽敲活芒兽元，躯壳气强，魂魄猥琐。这座城门是用人命堆出来的。前面那个骑马的就是阵眼，不破阵我们就进不去。但此阵变幻莫测，不能硬闯。大哥，二弟，10年不见了。罗通叔，你看他的眼睛，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人了。他说的对，也不对。我的确不是当年那个人了。当年那个人会在边关冻死饿死，会为了守一座破城折掉3000弟兄，会被朝廷一句大局为重，抹去所有功劳。二弟，你忘了吗？雁门关那一仗，我们8个人活下来3个，朝廷给了什么？一纸嘉奖令，20两抚恤银。赵老三的遗孤流落街头，我们连收留的银子都凑不出来。太师给了我新的生命。你看这城墙上的躯客，他们原本都是些将死之人，是太师给了他们永生的机会。这世道烂透了，陆家也好，皇室也罢，谁坐在那个位置上都一样。二弟，太师答应过我，只要这座镇立起来，京城里的百姓一个都不会死。他只要陆家血脉的命。好，二弟，跟我一起，你我兄弟并肩，不必再替谁卖命，不必再守什么忠义，我们只为自己活一回。大小姐，罗通，对不住了。罗通叔，大哥说的对，我替陆家卖命20年，换来了什么？一条烂命。现在我阳寿将尽，大小姐，我不想死了。沈镖头，让开！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废话少说。演得不错，差点连我都信了。不演得像，怎么骗得过那双死人眼睛？沈清言，罗通叔还能活多久？最多半个时辰。你不是说到了京城就能好吗？你骗我！大小姐，末将该死，末将骗了您。但大小姐放心，末将一定能够撑到送你进城。这是太师亲手布下的神剑阵，此阵已锁定方圆100丈内所有活物生机，只待神木一睁，万箭齐发，便是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们。阵眼在眉心，但那万箭齐发的范围太大了，我没法靠近。我去，刚才他们不是说了吗？这阵法只伤活人，我死期将至，死期盖过生机，那些剑士伤不了我。只要大小姐把极阴的太岁宿主之血涂在我身上，我就能完全避开神木的锁定，直取眉心。不行，你现在去就是送死！大小姐，20年前老侯爷在校场上给了我半个馒头，那时候莫只是为我到2天陆家的人了，那半个馒头的恩情，莫将吃了20年，早就吃撑了。欠了债要还，今天求大小姐成全，求沈彪爷成全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如此。罗通叔，侯府没了，爹没了，婉儿也没了，我身边只有你了。既然你去意已决，那就让安宁就再送你最后一程。罗通听风，我陆安宁以陆家血脉大景女帝之名，封你为郑国第1神将，请你为大景展开这扇国门。末将遵命。不自量力。沈清野，既然你进了阵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
就是现在！罗头叔，你看看我。大小姐，您长大了，眉眼里有太岁的威严了。从今往后，老臣不能陪您了，望您一定珍重。沈镖头，我家大小姐，你若敢欺负她，罗某就算化作厉鬼，也要从18层地狱爬出来找你算账。老侯爷，末将罗通把大小姐带回京城了。太师，你欠我陆家的债，欠大景千万百姓的债，今天朕来收了。不对劲，这城内怎么那么安静？老臣恭迎大景真命还朝，老臣日日夜夜盼着陆家血脉归来，今日终于等到了。太师这把年纪跪在地上哭，不怕折了膝盖？只要能见到真命平安归来，老臣这2条腿就是跪断了也值。沈镖头，一路辛苦，这一趟镖尾款老夫替真命跟你结清了。京城永宁坊3进宅院一座，仆从100人，另付良田1000亩。沈镖头往后不必再风餐露宿，可以享享清福了。老子这趟镖除了收钱，还包售后。沈镖头，别着急，大殿之上，老夫还给真命备了一份宝礼，杀老夫不急，先看了再说。带路。真命，你还记得你兄长成安吧？天下捣乱，群龙无首，微臣只能先让你兄长坐上皇位，以正朝纲。如今天下归心，贸然改朝换代，怕是会给大景带来更加严重的灾祸。既然都是一家人，不如真命以大局考虑，放弃皇位，交出太岁，何如？是你吗，安宁？如今皇帝已被那群下作的妖孽下了10蛊咒，不能轻举妄动，否则他就活不成了。安宁，安宁，你还活着？他们说你死了，娘也死了，爹也死了，婉儿也死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哥脸上都是血，吓着你了吧？哥擦干净，哥擦干净给你看。
别擦了，我认出来了，你是我哥哥。安宁，太师说了，你只要把那个什么太岁交出来，把玄铁关给他，他就放我们走。我们不争了，我们离开京城，回老家去。你还记得吗？雁门关外有一片杏花林，爹以前带我们去过，春天杏花开得满山都是。你跟婉儿在林子里跑，哥追不上你们，气得蹲在地上哭。哥哥以前最疼你了，对不对？安宁，你救救哥哥好不好？你救救哥哥，哥哥只有你了。沈镖头，我看你可以把棺材交给我了。我老板还没发话，你个老妖怪废什么话？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哥，你还记得爹以前总是教我们大道理吗？以前我不爱听，可现在我懂了。陆家的儿女，先有大情，后有家。我陆家满门忠烈，绝没有跪着求生的软骨头。安宁，你在说什么？哥听不懂。你救救哥，哥不想死，哥想跟你一起活下去。安宁，你长大了。哥刚才求你救我，是哥胆小。哥也是陆家的儿子，知道什么是大义。安宁，动手吧，别让哥白死。陆安宁，你想清楚了，那是你亲哥，是你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他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唯一的软肋。陆安宁，你是陆正阳的女儿，是我陆承安的妹妹。别哭，让太师看看陆家的人是怎么死的。好一个陆家满门忠烈。大小姐这份风骨，倒是让老夫有些舍不得杀了。沈镖头，此阵名为困龙，是老夫花了整整10年从大景皇陵地宫中拓下来的古阵。此阵不伤人肉身，专锁魂魄本源。你那纯阳金火在这阵中就是一团死灰。大小姐，老夫给过你机会，你不珍惜，那就怪不得老夫了。陆家的血脉，今天就在这大殿上彻底断绝吧。老东西，你搞错了一件事。老子金火是被你封了，但老子可不是一个人跟你斗。侄儿，哥哥被人欺负了，你来帮帮哥哥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昆龙阵锁的是你的魂魄本源，你明明已经成了个废人，怎么可能还能遇见？谁告诉你，刚才那一剑是老子刺的？说什么？老东西，你的破阵法确实锁住了我的本源，但你这阵锁得住老子，锁得住这把剑里那个护了我300年的凶煞剑灵吗？他脾气不好，见不得别人欺负他哥，他要砍你，跟老子有没有法力半文钱关系都没有。禁军何在？沈镖头，你这一剑确实出乎老夫意料，但你再能打，能杀光这皇城的3000禁军吗？杀不光，但老子只要给你这大殿铺满一层死人，拖到我过主验货签收就够了。陆延安，去开棺！快拦住他！还未布下玻璃神星的封印阵法，此时若是让他与太岁强行融合，他会直接变成不受控制的活神仙的。放箭！给我放箭！来迟，起阵！大景的剑，我来劈。废物！全他妈是一群废物！
老夫的登仙道休想毁了它！正极国家谁敢放肆？吾皇万岁！疯了！你这不受控制的怪物！你以为坐上龙椅就赢了吗？没有老夫的压式阵法，你迟早会被太岁吸干最后一点神智，变成一滩没有理智的烂肉。我们走着瞧！老夫得不到的国运，这天下谁也别想留！天威之门，听吾号令，以100年苦修为祭，以陆氏血脉为引，恭请玄清神君降世。神君，老夫阵法被毁，那陆安宁已经强行吞了太岁，他现在就在大殿内。求神君立刻降下神法，镇压那妖女，把太岁剥离出来。神君，按照约定，只要您助老夫夺取太岁之力，老夫便愿做神君在人间的走狗，为您建庙立祠，献祭万民。约定？什么约定？你以为是你在召唤本君？你修的那些道本来就是本散落人间的饵料，养了你100年，今日该收回。这老东西折腾了一辈子，到头来不过是人家养的狗。太岁，别来无恙。当年你从天劫逃入人间，藏了100余年，本君找了你很久。太岁本是人间地气所化，忽悠大景山河，天界强夺去炼丹，究竟谁才是贼？巧了，本君今日就是来做贼的。太岁，你的力量还没有完全苏醒，现在的你连本君一根手指都接不住。部下，保护女帝！保护女帝！喂，大个子，你把我老板打了，我这趟标的尾款找谁要去？一介凡躯，竟敢直视真神！你身上沾着关爱神君的命，背着天道的必死杀局。本君若碾死你，算是替天行道。替天行道？老子走阴师一脉，只认因果不认天。他欠老子的命债还没还清，就算是9天真神，今天也休想从老子手里把他带走。沈清爷，你退下！这是朕的江山，朕自己来守。少废话！你欠我的尾款还没结，你要是死了，我找谁要？你能不能别在这时候提钱？不能，这是我的职业操守。有趣，一个将死的走阴士，一个尚未觉醒的太岁宿主，本君倒要看看你们能嘴硬到几时。沈清爷，别喊，我还没死呢。侄儿，别怕，哥还能打。大个子，你刚才说关爱神君是天道法则所化，我杀了他，天道就要我的命，也就是说，这老天贼的账本算得挺清楚，对吧？天地不仁，因果如铁，你忤逆天道，今日必遭天谴。因果如铁，好，老子是个走阴师，走阴阳两界干的就是因果的买卖。这些是老子15年来拼死拼活救下来的活人，超度过的亡魂，亲手给老子画押的欠条。一堆凡人的废纸也想挡神明的路，
可笑！在阴阳两界的规矩里，欠债还钱，因果绑定。这里一共是1342道因果，代表着1342条命欠了老子的情。而你这伪神窃取大景龙脉，抽干21州百姓的寿元，养着太师这条疯狗祸害百年。你以为天道不想收你？天道只是差个活人来做这原告，替他交这笔因果的诉讼费。老子今天就倾家荡产，拿这1300多道因果全部押上，跟着贼上天换一样东西。天地法则共鸣，这是请天符。走阴师沈清野，散尽此生全部因果，请天道降罚，诛此伪神。疯子，你以为同归于尽就能杀得了本君？你身上背着关爱神君的命，一旦天罚降临，第一个劈的就是你。这1300道因果顶多跟你的罪孽相抵，本君最多剥落一层金身，而你必将魂飞魄散，连渣都不剩。哈哈哈哈！老子一个凡人，拿烂命一条换你9天真神脱一层皮碎一层金身，这笔买卖老子赚翻了！沈清野，不行，把阵撤了。你教过我做生意绝不能亏本，我欠你的账还没还清，你怎么能死？我不许！太迟了，天道已开，因果不退。住手！老头子，蠢材！请天符是这么用的吗？你打我干什么？我这不是打不过在摇人吗？打你蠢！1300道因果，你就拿来换一个同归于尽？做这种赔本买卖，出去以后别说是从我师门出来的，老夫丢不起这个人。行，老头子，你清高，你算盘打得响。那你说，今天这账怎么平？玄清，300年不见，你倒是一点没变，还是这么喜欢欺负小辈。天机大判官，你居然还活着！托夫，老夫在忘川河上撑了300年船，就是想看看你们这些伪神什么时候会露出毛脚。今天总算让老夫等到了。你一个被地府除名的判官，有什么资格在本君面前放肆？就凭这个，老夫在忘川河上300年，不是白待的。这是9天伪神窃取人间气运，吸食百姓寿元的全部罪证，老夫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。玄清若是把这卷竹简烧给天道，天道会不会降下比请天符更重的罚？老东西，你敢威胁本君？300年前，老夫就敢辞去天机大判官的顶戴，隐姓埋名来查你们的底。今天，老夫当然敢把这张底牌掀了。好一个天机大判官！300年不见，你倒是比以前更难缠了。但你以为凭一卷罪就能威胁本君？本君身后是9天众神，你烧了这卷竹简，9天众神自然会降罪于本君。但本君在被降罪之前，有足够的时间把你们所有人，包括这座城里还活着的每一个人，全部杀干净。你猜本君敢不敢？玄清，你还是老样子，动不动就拿人命威胁。有用就行。有用？你这100年在人间养了一条狗，吸了无数百姓的寿元，布了这么大一个局，到头来你得到了什么？太岁你还没拿到，龙脉已经被你抽干了7成，剩下的3成你拿到了也续不了你的命。那是本君的事。玄清，你知道老夫为什么在忘川河上撑船300年，却一直没有把这卷竹简烧给天道吗？因为老夫在等一个能真正终结这一切的人。我啊，现在老夫等到了。你太岁不是妖，也不是神，他是天地气运凝聚的肉汁，是人间的屏障。玄清他们这些伪神之所以拼命想夺取太岁，不是因为他能延寿，是因为他能把伪神从9天之上拉回人间，夺去他们的神力，让他们变成凡人。老头子，你说什么？太岁的真正力量不是镇压国运，是绝天地通，斩断伪神与人间的联系，让他们再也不能窃取人间的香火与寿元。这才是玄清他们真正害怕的东西。住口！蝼蚁安敢逆天！老头子，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早说？早说有用吗？他还没真正觉醒，太岁的力量还在沉睡，老夫就算说破了天，他也用不了这股力量。那现在怎么觉醒？现在要看他自己了。绝天地通，斩断伪神与人间的联系。没错，但这需要代价。丫头，绝天地通的代价，谢林应该告诉你了。太岁彻底觉醒之刻，
就是你七情六欲被完全吞噬之时。老头子，没有别的办法？没有，这就是太岁的宿命，或者说，这就是被太岁选中之人的宿命。沈清野，闭嘴！老子不接受退单，这镖我还没送完。你好好听我说，你记得在死城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吗？老子说过的话多了，哪记得清？你说我欠你的债一分不差都得还清，明明是在拿命护着我，非要用最市侩最难听的借口。你嘴上天天喊着加钱，却从来没有真正丢下过我们任何一个人。我是大景的皇帝，天下的债我来背，你的命我来护，所以这一次欠你的账，朕一次结清。玄清，你想要太岁对吧？那我就把太岁送给你。你疯了！你现在强行催动太岁之力，不等本君动手，你自己就会被太岁反噬。那又如何？朕是大景的女帝，朕的子民，朕的江山，朕在乎的人，朕一个都不会让给你。老头子，你放开我！来不及了，太岁觉醒一旦开始，就不能中断。那他会怎么样？会赢。赢之后呢？既然你找死，本君就成全你。玄清，你在这人间窃取了多少香火，多少寿元？朕是大景的女帝，大景的每一寸土地，每一个百姓都是朕的子民，你欠他们的，朕替他们讨回来。绝天地通。住手！陆安宁，你住手！本君可以给你一切，江山、长生，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朕要的你已经给不了了，朕要的是大景的百姓能像人一样活着，不用跪拜伪神，不用献祭寿元，不用变成行尸走肉的傀儡。朕要的是这人间乾坤朗朗。你这个疯子，你也会死的。朕知道，爹说过，陆家的儿女先有大景，后有家。女儿没给陆家丢脸吧？陆安宁，沈清野，我做到了。你做到了，那我的尾款是不是可以少付一点了？不行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剑伤，别说话了，我为你疗伤，固定你的神魂。不用了，我知道自己的情况，太岁已经和我完全融合了。再过一会儿，我就会变成那种东西了吧？没有七情六欲，不会痛，不会哭，不会笑。一定有办法的，老头子，你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有。什么办法？太岁之力本质上是用宿主的七情六欲作为燃料，来维持绝天地通的效果。要想让它恢复七情六欲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找一个人用自己的七情六欲替他做燃料。但代价是，那个人会承受太岁的全部反噬，他会记得一切，但再也不会为任何事感到喜怒哀乐。换句话说，变成一具行尸走肉。怎么做？沈清野，不行！你闭嘴！现在是我在谈生意。这不是生意。怎么不是？你欠我的那张天价欠条，上面的账还多着呢。你要是变成了没有七情六欲的神，谁来还我钱？指望你变成一个公正无私的女帝之后，从国库里给我拨款吗？那多没意思。沈清野，你不能这样。我能，因为我是沈清野，大景第一子阴师，我这辈子从来不做亏本买卖。老头子，告诉我怎么做。这是你师父临终前留给你的那枚铜钱，他跟了你20年，沾满了你的因果和执念。你当初为了渡河，给了我，把它安在他眉心的朱砂痣上，用你的纯阳金火催动，太岁之力会被铜钱中的因果吸引，从他体内转移到你体内。就这么简单？简单。转移的过程中，你会承受太岁300年来积攒的全部反噬，那种痛苦比18层地狱的所有刑罚加起来还要剧烈。你能撑住？
能。别，小心牙吧。15年前，你在那场大火里把老子从死人堆下拖出来，我才能活到现在。老子这辈子做买卖，讲究欠货两清。我不欠我师傅的，不欠白纸的，因为我早就拿命跟他们两清了。可唯独你那半块沾着泥巴的破饼，还有那件破披风，老子在阴阳两界算计了15年，就是算不明白这笔账，连本带利到底该还你多少？老子想明白了，15年前你花半块饼强卖了老子一条命。老子想明白了，今天老子把命还你。沈清言，你疯了！快松手！太岁弑心，他强行把绝天地通的反噬吸到了自己身上。那他还是人吗？命还在，气也在，但他以后不会哭，不会笑，不会愤怒，也不会再爱任何人。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温度的活死人，一具只知道照章办事的躯壳。这就是凡人骗神的代价。不行，15年前我没让你死，今天我也绝不让你走。老少公，因果法则对他还有用吗？因果法则乃天道铁律，他虽然没了感情，但他还是在三界中，因果契约，他必须认。既然标已送达，交易结束，大晋国库已开，请结清我的尾款，我要离开京城了。沈镖头，你记错了吧？是你欠了我钱，你想走可以，先把账结了。10万万两，按我目前接走银镖的市场价，我不吃不喝不休不眠的接单，需要还34000年，这债我还不起。还不起是吧？按大景律法，欠债不还，以身抵债。你要我怎么抵？朕现在是大景女帝，后宫空虚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朕的皇夫，入赘皇家，终生给朕打工还债，包吃包住，没有俸禄。成为皇夫，享有大景最高规格的生活保障，不用再风餐露宿去接低级音标。这笔买卖收益极高，风险为零，逻辑成立。这软饭我吃了。沈清言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这辈子你都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吾皇万岁！皇夫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陛下，按祖制，皇夫不干政，遇大朝会，应当退居幕后。祖制，大景的江山是朕和皇夫一刀一刀砍回来的，在这大景，朕是天，他就是朕的天。以后见皇夫如见朕，谁有异议？臣等不敢。这套衣服太繁琐，金线用了12两，铺张浪费，我不喜欢。回头朕让人全部熔了，给你打成金元宝。这个方案合理。这丫头化身气灵，需要鼎盛的龙脉香火和至阳之气滋养。现在大景国运复苏，你是与大头气运相连的皇夫，你以国运为引，敕封神剑。朕以大景女帝之名，敕封此剑为大景镇国神剑，享万世香火，聚天地阳气。哥哥，芷儿回来了。哥哥，芷儿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。醒了是好事，不过白芷妹妹，现在时代变了，他是朕的皇夫，也就是你的姐夫，以后报他之前，得先打报告。女帝姐姐，我可是守了哥哥300年的剑灵，论先来后到，你得排在我后面。哥哥，我今晚要跟你睡，我要给你暖床。放肆！来人，把镇国神剑给朕扔进剑桥里锁上。哥哥救我，这个女人欺负我。后宫吵闹，噪音超标，但免费拥有顶级武神护卫和全国首富供养，这波血赚。大景王朝宣和37年，天下安定，邪祟不兴。这年头，
活人有路走，死人有坟白。按理说世道太平了，我们这行走银镖的，就该彻底失业，喝西北风了。不过无所谓，我现在赚的是万里江山，收的是天下气运。在阴阳两界的账本上，我沈清野永远不亏。